亲爱的灵魂家人，今生注定要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谁呢？这个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和他一起面对、一起承担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外貌、职业、性格特质呢？命运又会如何让你们两个人相遇？今天我们就通过塔罗牌占卜和你的命定之人做个连接，请你准备好，在出现命定之人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抓住这个缘分，也懂得如何去珍惜这段缘分，不留遗憾，帮助你们白头偕老，永远的幸福下去。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中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在选择牌卡之前，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让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能量，通过能量进行牌卡选择，而不是通过头脑去进行逻辑判断哦。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现在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我的命定之人是谁，让我可以抓住、珍惜缘分，走向幸福。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那我这边呢，将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占卜。在聆听占卜讯息之前，记得在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接受祝福、喜欢这个命定之人、等待命定之人出现等等的字样，跟你的命定之人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上面的连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多多的留言。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占的话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联系方式。选择好牌卡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那现在你准备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验证一下当下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怎样的一个想法。如果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我们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要重新集中一下能量，做一下冥想的小仪式了，好吗？现在呢，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张赤裸的男人的这张牌卡，他一丝不挂，其实也代表着当下你自己的心态，你愿意更加的暴露自己，你愿意更加的真实坦诚的展现自己，也希望更加的放松一些，在情感上面也放得更开一点，放下一些包装，放下一些思想包袱，放下一些虚荣心，那放下太多的道德捆绑，勇于展现自己的脆弱，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因为你想做最真实的自己，也会想更多的对自我有更清晰的一些认知，欣赏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的优点，看一下自己的缺点，同时呢，也更多的在近期会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会对自己的身体呢说我爱你，也会更多的看清楚一些真相，在脆弱和真相之间呢，有一些动态的治愈疗愈，允许自己敞开心扉，接受一些伤害，或者是去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曾经的一些伤痛，在这些成长经历之中呢，去获得更多的自省，去获得更多的学习。也许
有一些经历是你觉得有些害羞，有一些悔恨，有些不开心的，但没有关系，这些呢都是你的过去。你也会看到自己身上做的不足的地方，去做一些修习，去做一些改正。当然也会看到自己很好的那一面，去选择发扬光大，会让你自己的脆弱也暴露在别人的面前。那遇到别人对你不公平或者是伤害你的时候，你会直接的去讲出来，让这些人走开，或者是告诉别人你有被侵犯到，你不会去隐藏自己的一些心思。如果别人对你呢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你也会展现出你的笑容，给别人一些肯定的。所以自己近期呢会非常的真实哦，不再隐藏自己了，愿意呢把自己打开，那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肯定。你是可爱的，你是真实的，你在做100%的自己。那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自己肯定也不是完美的，但是好的不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都通通的接受，通通的坦然面对。除此之外呢，你也在释放你自己的恐惧，离开一些有毒的人，离开一些有毒的环境。我们这张牌卡呢，看到一个女生拿着一个武器，对着妖怪，对着一些坏的人。那这些呢，可能也代表着你的一些不安，代表你的一些恐惧。那么你自己呢，会越来的去享受生活，然后去控制自己的恐惧，去离开一些不好的状态，把所有的担心啊、焦虑啊抛在自己的身后，更加的勇敢前进。希望自己战胜负能量，希望自己战胜消极的情绪。所以近期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提高自己的振动频率，越来越让自己心态呢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乐观，也更加的有力量了。坦诚以及有决心，有力量向成功前进。当下的你呢是越来越好，那也越来越有坚定的信心了。这是你们，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咯。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命定之人的讯息。那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展示牌卡，然后为大家进行占卜。首先，你的命定之人呢，他会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觉得无论我们获得怎样的成功，掌握多少的权力、金钱、财富，我们依然是宇宙中的星辰。他是低调的，他是稳重的，他很享受生命，他也甘于平凡，他没有太大的野心，对于功名利禄没有太强的一些要求。当然并不代表着他不享受生活品质，只不过呢，他会更加尊重自己的时间，珍惜生命中所有的经历。他会觉得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输赢只不过是一些过眼云烟而已。人呢，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让自己太过于的去讲求奢华，去追逐一些虚幻缥缈的东西。他希望不要随波逐流，他希望呢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有自己的一些幸福，不要与大众的成功定义自己的幸福。所以是一个想法也比较通透的人。另外，他的心态是顺其自然的，感恩宇宙，享受地球，保持微笑，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那所有的追求也会只是转瞬间的烟火，不会因为去追逐名利而让自己过于的压抑，而让自己过于的痛苦，或者是过于的拼命了。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奴隶。另外呢，会觉得任何事情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不会太过于的耿耿于怀，让自己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坦荡跟正直。除此之外呢，他还懂得远离不好的有毒的人事物，在人际关系上面不会委曲求全，不会被轻易的诱惑，他懂得放下一些执着，放下一些执念，所以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欺骗或者是诱惑的人。他也没有太多的遗憾跟后悔，随缘，任何事情缘起缘灭，真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理智的人。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他愿意去帮助一些弱小，他愿意去跟能量相近的人进行连接，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合拍的人，他才会投入到情感里面。如果他喜欢某人，而某人呢对他没有任何兴趣的话，他是不会去做任何的强求的。情投意合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呢，他是一个心中有地图的人，他有人生的方向，他有自我的一些目标，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想要完成怎样的人生梦想。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清楚，对自我有比较强的认知，就知道自己适合怎么样的爱情，适合怎么样的婚姻，适合怎么样的事业，想要建立怎样的人生意义跟价值了，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不会是恋爱脑，那也不会出现无法选择、盲目茫然的时刻。内心呢，心智上面都是比较成熟，思想上面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智慧的。而且他是你第一次在见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可靠，这个人就是对的人，你对他呢就有很强的确定之心。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可能已经遇到了你的命定之人，你们之间呢是有一些前世关系的，在曾经的某一世已经相遇，在这一世呢再续前缘，所以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会发生一些什么，可能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跟这个人可能要结婚，没有想到太过于的长远，就是觉得两个人之间莫名有一种电流，莫名有一种能量在牵扯着你们，会继续有更多的认识，继续有更多的一些连接，继续有更多的一些约会。对这个人的好感呢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很快会建立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另外，你们两个人之间也会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原生家庭，或者是有内在小孩小时候受过创伤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遇到他之后呢，你们会学习情爱技巧，也会学习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感同身受，更多的宽容。你们会释放过去的这种伤痛，而是有更多的互相治愈疗愈的能量。在当下呢，会体验到更多的爱。在遇到他之前，你对于爱的定义其实是比较缥缈的，是比较虚幻的。对于爱情，你大多接受到的讯息都来自于周围的一些故事，都来自于周围对爱的一些定义。你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害怕奉献。但是在遇到彼此之后，你会没有任何保留，无私的去奉献这种爱，不会有太多的焦虑，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担心，不会害怕去付出爱，而是会享受这种爱的能量。你们两个人呢，越给予彼此的爱，越快乐，越感受到幸福。最刚开始是没有计较的，就想在一起，不会以结婚为目的的去进入到爱情之中。但往往这样的一种心态，让你们俩爱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而且呢，也会互相取暖，给予更多的支持。所以这份爱情呢，也是一种很治愈的能量，也会让两个人对于爱有不同的一些定义跟更深刻的体验。
他跟你之间呢，并不是门当户对的人，你们两个人有一些可能性格上的不同，可能有些原生家庭的不同，可能有些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有些教育程度的不同，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距离跟偏差的。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距离，让你们彼此有更多的欣赏，有更多的一些好奇之心，会给对方带来一些新鲜的想法、新鲜的 idea。 关键很好的是，不会因为两个人的不同而去互相的排斥，而正是因为可能想法上面有一些不同啊，可能有一些兴趣爱好上面的不同啊，可能有一些背景习惯上面的不同啊，所以会增加彼此的这种好奇心、新鲜感。两个人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冒险精神的人，当然另外呢，也因为爱的能量足够强大，所以不会因为不同而去有距离。正是因为不同，才会让你们两个人互相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对对方呢是有很强的探知的。再加上彼此有一种灵魂的熟悉感，但是却又依然有一些神秘的感觉，有思想上面的共鸣，但是也有猜不透、读不懂的一些神秘感，这是非常神奇的。对对方呢有很强的思念，有很强的幻想，也有很强的想要去认知的能量。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一张牌卡，是感谢你教会我如何欣赏生活中的小事。你对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很喜欢你的一些生活态度，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你懂得如何生活，你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你身上是有一些烟火气的，这是他非常喜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跟你在一起是可以好好的过日子的，你是懂得照顾自己也照顾他人，没有太多的一些虚幻或者是缥缈的性格，他会觉得你稳重也是有定性的。所以在稳定性上面呢，你们彼此是相合的，而这一点呢，他会非常的感激。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少了一些烟火气去追逐一些金钱物质很缥缈的东西，但是这一点性格上你跟他很像，不是你们都保持着谦虚低调，在平凡之中去找到平凡的小美好，这一点是他非常欣赏肯定你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到底他是怎样的性格特质呢？首先，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狮子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双鱼座，也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巨蟹座、双子座、金牛座、狮子座、双鱼座。他是有双子座很强的自我表达能力的，通常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而且呢，也愿意去自我展现。喜欢成为人群里面被注意的中心，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希望别人给他更多的一些赞美，而他也比较喜欢简单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他喜欢去展现真实的自我，有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因为他老是把一些话题带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大聊自己的一些曾经的故事啊，或者是聊自己生活有关的一些主题，但最主要的是他很真实，他愿意让自己坦诚的去进行思想意见的沟通，在你面前呢，他也愿意去敞开自己的心房，表达自己对你的喜欢，表达自己对你想要在一起的需求。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也许是有一点害羞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会很大方的在你面前直接讲出我喜欢你，我爱你这样的一些话语了。
其实这一点很好，不会太多的去隐藏自己的心思，有一说一，而且他也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很贴心的动作。也许在话语上面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自我，但是没有太多的一些复杂的心机的，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人。另外呢，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之心，这个人是喜欢学习的，喜欢接触新的一些事物，不喜欢过于的按部就班，或者是尊重传统。他希望不断的可以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不断的去接触一些新的朋友，去接触一些新的讯息，做一些积极的兴趣爱好的培养。这个人是聪明的，也是有很多突发奇想的 idea， 有很多大胆的想法，他的思想呢是非常活跃的。你们两个人在沟通上面呢不会太过于的沉闷，这个人不是无聊的，他是蛮有趣味的。有时候一些想法呢会让你眼前一惊哦，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同的角度呢？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想法，让你呢是蛮喜欢他的，觉得两个人是有很多的趣味。另外他还有金牛座的丰富品质，追求生活的品质，懂得储蓄，懂得理财，懂得投资。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获得一定的金钱财富的，希望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劳动而获得足够的金钱，而建立这种安全感。他获得的金钱呢，是想享受一些美好的食物啊，美好的衣服啊，美好的家居啊，也希望给自己的家人呢带给足够的安心，不要在可能急需用钱的时候，然后一筹莫展，这会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负责任，会觉得他非常的没有能力。所以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为了可以照顾身边的人呢，他是会非常有上进心，并且充满热情的去工作，去劳动，去换取金钱的。这个人在性格上面呢，也是有乐观积极，并且很有耐心的这一面。在赚钱上面呢，他是专注的，他也是可以慢慢的去像种树一样去种树啦，然后栽培啦，浇水啦，除虫啦，他是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事业上面，换取足够的金钱。在挣钱上面呢，他是有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耐心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人挣不到钱哦。也许刚认识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财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不断的努力，他一定会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银行储蓄，那越来越给你安全感的人。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巨蟹座的养育品质，他是一个天生的照顾者，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而且很贴心，很容易看出别人的一些小心思，别人的一些情绪，他会把周围的人呢都照顾得非常好。他也很孝顺，他也很顾家，他会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起伏，他也会去解决家人的所有的麻烦，他的包容心很强，他时刻关心着家人们的需要，他对待自己的爱的人就像照顾小孩一样。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会因为自己的责任心而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他身上散发着很温柔的那种母性的光辉，就像是一个很慈祥的母亲的形象一样。这个人他思考上面往往都是具有人性化的关怀的。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双鱼座的同情心，双鱼座的善良，很关心家人朋友，把家人的需求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对周围人的情感变化呢也是很敏感的，尽可能的给予温暖，给予安慰，给予支持，给予帮助。他也是愿意把自己的肩膀提供给身边的人去依靠的，很善解人意，也许有时候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他愿意去伸出自己的援手，解决别人的困难。
他的同情心、善良还不仅仅是限于家人跟朋友哦，对于那些弱小、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尽力提供援助的。那之前有讲，这个人呢，真的是比较单纯美好的人，是一个好人，遇见了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哦。另外呢，他还有比较强的灵感能力，可以将自己的灵感、将自己的创造力去具体的显化，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因为他有很好的人品，所以是可以跟别人建立很和谐的关系的。他也是有比较强的亲和能力，不想去占别人便宜，也不会去利用他人，所以大多数身边的人呢，对他是很爱、很喜欢的。在肢体协调能力上也比较强，那也懂得在团队里面去做合作，那懂得跟上司相处融洽。一般来说，他是不会去犯人的，他是不会去得罪他人，不会为了一些小恩小惠、小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的利益。大多数时候呢，他宁愿自己吃点亏，宁愿自己吃点苦，也不愿意别人受到任何的伤害。非常的善良。另外，他的职业，他是一个没有太多争斗啊、谋略，或者是太多心机的人，所以他很有可能，因为他有自己的灵感创造能力，他可能是搞艺术的，比如说歌手啦、演员、网红，或者是主持人，或者是模特儿，也可能他是音乐家、编剧、舞者、词曲创作家，他是做艺术方面的自媒体记者，也有可能他是从事教育的，因为给别人更多的关怀，喜欢去照顾他人，给别人好的一些建议指引，所以他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大学教授，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幼教人员，那也可能是保姆，也可能是家管，或者是从事家事服务的。总之，他从事的行业要么就是很有艺术的，要么就是帮助协助他人的，有一定的服务意识，也可能是服务行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貌讯息。我们先来展示牌卡。首先，他的爱情观一定是将心比心的，别人对他好一分，他一定会还一分，甚至更多。在感情里面，一定要两情相悦，不能只是单方面的单相思，或者是单方面的付出。两个人互相的支持体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感情里面，他属于持续输出的那一种持续的奉献，只要感受到有爱的能量在你们之间，或者是他做出了承诺的话，他是会负责到底的。他不愿意有太多情感上面的隐藏，他是希望坦诚的。两个人可以很多的构建未来，两个人可以合作的很好，两个人可以团结在一起。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也是有方向感的人哦。既然选择了你，既然选择了将这份情感共建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走到一个幸福的彼岸，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不要太过于的随意在感情里面了。既然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要顾及到双方，也要顾及到对方的家庭、对方的父母。在谈恋爱或者是结婚之后呢，他都会对你以及你爱的人足够的照顾的。而且呢，他的家庭观是非常的强，之前有讲哦，因为他有巨蟹座顾家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是一个很适合建立家庭的人。在家庭里面呢，他会专一，他会专注，他会大方慷慨，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能
他甚至如果是男生的话，他愿意把自己的金钱交给自己的老婆打理，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来投资，一起来让钱滚钱，让两个人在家庭生活里面呢，共同的去商量，一起去做选择，一起去做决定。这个人呢，他的身高是个子比较高的，可能他不是很瘦的身材，但是呢，他是比较出众的。他知道如何让自己看起来干净整洁舒服，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是亮眼的，所以也许他身上有点肉肉，但是呢，他很懂得隐藏自己身上的一些肉肉，懂得如何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如何把自己身材，如何穿衣服让自己看起来最好看。他是出众的，他是很有气质的，他是把他扔在人群里面呢，都比较亮眼，都是很好看的那一个，都会非常的突出，大家也是会比较羡慕他身上的一些光芒，一些气质的。所以很好的，恭喜你，你遇到了一个长得不错，又很会打扮，很阳光，很健康的人。你们两个人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距离感的，可能他不在你所熟悉的环境范围里面。先是成为的朋友，两个人有蛮多思想上面的沟通交流的，然后在网络或者是电话、社交媒体上面有蛮多的一些讯息互发，有更多的一些思想上面、智慧上面的交流沟通，觉得这个人呢，大家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共鸣，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共识之后，才会积极的去做面对面的约会，那面对面的去玩乐，面对面的了解，所以是从思想交流上面开始的，也是会觉得两个人是比较合适，是可以发展的，才会进行线下的沟通交流。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些思念，已经有一些喜欢了，才会去做约会。两个人情感上面是比较缓慢的做发展的，大家呢没有太多情欲上面的诱惑呀，也不会使用下半身思考，也不会特别着急的建立情感哦，真的是属于先打开心房，建立信任，心与心之间的坦诚交流，觉得这个人不错之后，才进入到的情感联系之中。当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外貌而选择到的彼此，所以你们之间的情感是比较纯真的，是一种很以喜欢这种很简单的方式进行的联系。你们之间是很认真谨慎的情感，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大家愿意去学习，不断的去做一些调整啊、改变啊、妥协呀，这份爱情呢是很接地气的。两个人都不是有太多爱情技巧的人，两个人都是属于在感情里面比较懵懂的人，但是很好的是愿意去有更多的磨合，那愿意去建立强烈的信任。在感情里面，对方对你呢是除了给你金币之外，也会给你足够的爱，愿意付出他的爱，愿意天真大方的去追求你，愿意关心你，愿意不求回报，也希望可以跟你建立传统的关系。其实最刚开始呢，只是泛泛之交，像成为朋友，但是在有更多的联络之后，会建立很深情的能量，是想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的，所以就会走向正轨上面去。很快呢，他也会带你去见自己的朋友，去见自己的父母，希望跟你之间的感情可以快速的公开，可以快速的获得周围的人认可，他对你呢是认真的，他对你的心呢，你也会
很快的看到，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直接，而你会被他照顾得很好，所以这份感情里面让你觉得有时候自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一样，你可以有自己任性的那一面，你可以有自己自由的那一面，他对你呢都是很大的包容跟宽容的，而且他也很放心，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也会觉得很安心，很有安全感，这份情感都是比较专一的。宇宙最后给你的一些讯息，这边宇宙给你的指引，我们这边圣杯这张牌卡呢，代表着接受，希望你可以接受情感上面的交流，接受自然发生之下巧妙的一些缘分。也许你可能身边会出现一些缘分，有人想要跟你沟通啊，有人想要跟你认识啊，希望呢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心房。也许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没有太强的信任感，你可能有些排斥，或者是这个人呢并不是你一见钟情的人，没有太大的感觉，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情感上面的抵抗或者是防卫，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缘分了。所以在第一次遇到也许并不是很动心的人，其实你是可以聊的，因为只有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合不合适，那两个人能不能去发展。不要因为第一次的感觉而去拒绝，也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在感情里面害怕受到伤害而排斥他人对你的追求，对你的好奇之心了，好吗？也许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那么你可能对于网恋是有一些排斥，是有一些担心的，但宇宙想告诉你，接收所有的缘分，然后在这些缘分之中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能去做挑剔，你才能去做选择。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也希望除了接受之后，你也要给予，才能让爱的能量传递下去。希望你可以打开心房，接收外在世界给予你的新的机会。那当然自己呢也可以去创造一些新的机会。如果遇到你满意你有感觉的人的话呢，你也是可以主动的去做联络的，即使你是女生都是可以的。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宝剑4这张牌卡，看到呢是在一种休息的状态，宇宙呢也想告诉你，请你好好的去休息，不要太过于让自己精疲力尽了。如果你单身的话，不要太过于逼迫自己快速的脱单，不要给自己太多爱情上面的压力了。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好好的给予自己爱的能量，带自己去约会。单身的时候就享受单身的日子，但依然可以给予自己爱的能量。不要因为好像自己单身就觉得自己不好，那觉得自己可能不尽人意，觉得没有人喜欢自己，而给自己带来太多精神上面的压力了。如果说你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话呢，那希望你可以更多的顺其自然，你可以去做一定的创造机会，去约会啊，去了解，但不要太过于努力的想打动别人的心了。因为如果太过于执念的话呢，也许会适得其反。真正爱你的人呢，不需要你太强的去抓住、去追求的。或者是你想快速的脱单，然后每天都在跟新的一些人去约会，都在去参加一些新的活动，那这些呢也会让你精疲力尽，适得其反。就是你自己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状态，缘分到的时候自然会到的。即使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跟他相处起来呢，你会觉得舒服，情感循序渐进，也会让你们两个人有更多让喜欢转换爱的可能。不要太过于的强迫自己呢，放松一些，尊重一下自我的直觉跟感觉。即使在恋爱之后呢，也希望可以给彼此一些独自的时间，独自的一些空间，让两个人自由自在的谈恋爱，有自己独处的一些状态。
那每个人都是需要一些私人时间跟空间的，你自己也需要一些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去旅行啊，或者好好的睡觉啊、休息啊、美食一顿都是需要的。还有当下呢，宇宙也告诉你哦，还是要节约一些金钱，要懂得学习理财。未来呢，你是要建立家庭的人，那么在金钱上面，在感情上面都要懂得自我保护，都要懂得节制，也要做一定的储蓄，有足够的金钱安全，有足够的情绪稳定，有足够使自己幸福的能力，那么在遇到对的人呢，你就会更加的让情感升华，更加容易获得幸福跟美满的，好吗？亲爱的，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你的讯息，希望这个占卜给你足够的能量跟价值。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记得多多的留言，感谢你的支持，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期待你的爱情到来吧。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验证一下当下你自己的心境、生活状态。如果有一部分对应得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了。那首先呢，近期呢，你的心情是很好的，是可以勇敢的表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悦度，那会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喜欢、自己的不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情呢，也会大声的拒绝的，同时也会以自己的快乐为最主要的标准。无论身边的人怎么想，你不可能处处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生活只有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你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你正在不断的去释放自己的负能量，去寻找生活中那些小美好，那些让你自己开心满意的事情。也许你会更多的陪伴家人，想要去享受美食，有时候呢小酌几杯，有时候去跳跳舞，也许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果你在喜欢滑雪的地方呢，那你可能也会去滑雪啊、爬山啊，或者是去逛逛街，享受跟朋友的聚会。如果没有人约会的话呢，就会带自己去约会，也会去学习独处。独处呢，不代表孤单，而是积极的、有意识的跟自己相处，可以享受自己陪伴自己的感觉。那对于追求幸福快乐，你会觉得非常的重要，自己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并且也会尝试不同的一些新事物，让你感觉到更多的轻松自在。而且当下呢，也会有时候发发呆啊，有时候做做梦啊，去幻想啊，增进一些自己的想象能力，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幻想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强自信心，提高我们自我价值感的。通过幻想呢，来构建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角色，体验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然后去增加自己的自尊心。当然，你可能近期呢也会去怀抱一些更远大的梦想，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去做一些计划，去做一些规划，看到自己其实有能力过得更好，过得更加的丰富。对自己呢也有更高的一些价值要求，看到自身很美好的一些地方，并且也愿意去提取更多的一些能力行动，去创建未来。所以近期对于生活呢，你还是挺满意的，心态呢也是比较阳光，也是充满喜悦，也是充满着未来可期的心态的。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命定之人，他是怎样的人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大家进行占卜、牌卡解读。好，首先我们这边展示的是在一个可能风暴、雨天来临的日子，
一个人头戴着皇冠向前奔跑。可以看到呢，你的命定之人他是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他可以在不好的环境里面去独立，去解决所有的麻烦，是一个可以吃苦的人，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人，迎接当下的挑战，自带皇冠，有独立的能力。每一场旋风呢都是会结束的。另外呢，也代表他有一定的脾气，他有一定的个性，不会是一个老好人，也不会是一个懦弱的人，是有坚定的决心跟自信心的，而且不太容易被征服，也不会被糟糕的天气所打败。在可能遇到人际关系对立啊、思想矛盾的时候，也许当下呢他会有一点脾气，但是他会努力去解决这种矛盾，而不会是在可能一些纷争之后去记仇。他没有太多什么怨恨啊、记仇啊，会有心结的事情，可能当下有一点脾气，有一点小的情绪，发完了也就过了。最主要的是呢，发完脾气之后还是要去做沟通，还是要去解决这些麻烦，这一点上面是挺好的。另外呢，他也很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这点跟你当下的心态比较像哦，就是可以带自己去约会。那单身的时候呢，也会给自己增加一些浪漫，给自己一些惊喜。自己可以去喝咖啡，那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很罗曼蒂克的动作。如果他在恋爱里面的话呢，他不会有太多的依赖之心，他的内心是比较强大的，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依然可以保持着独立，那各自有自己的私人时间跟空间，不会随时都要打电话啊，随时都要腻在一起呀。他的安全感，他的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别人可以给到他的。他觉得爱情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在自己幸福快乐的时候去谈恋爱，把这份爱分享给他人，而不希望在自己痛苦、悲伤或者是很穷困的时候遇到爱情，不希望别人来拯救他，而是更多的在于一种分享。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很懂得照顾别人的人，很懂得去保护自己的爱情，很懂得去照顾自己的恋人。那任何事情，既然我们在一起了，那就齐心协力吧，那就一起打伞，一起去克服困难，一起去创造未来。所以他也是有合作精神的。接下来我们还出现了度蜜月啊，这张牌卡，看到你们两个人是会去享受很多假期的幸福时光的。平时呢，大家可能各自忙自己的事业，忙自己的未来，但是放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共同的去度蜜月，一定要共同的在一起玩乐。也许他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希望呢可以跟你一起在地球上多走走，多看一看，两个人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那去一些浪漫的场所，去做一些大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是有很强的化学反应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被对方所深深的吸引了，可能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有身心灵上面的反应，身体上面是有反应的，生理反应哦，会觉得对方非常的性感诱惑。那见到对方呢，也会有很强的想要跟对方认识啊、玩乐的这种心态，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一见钟情，多多少少有很强的这种诱惑能力。他会很喜欢你的外表，很喜欢你的气质气场，在认识更多之后呢，会喜欢你的性格，而且两个人可以玩到一起去，两个人也可以培养相同的兴趣爱好，这是让他觉得非常满意的。你们两个人很快速的就进入到了求婚、订婚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很快呢就会建立承诺的关系，也许会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也许在很快就发生了肌肤之亲，很快就在有爱之后发现
彼此是有很强的连接，是可以获得爱情的满足，是可以获得身体生理上面的满足的。所以那就在一起吧，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了，就专注在这份情感里面，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建立认真、负责任、承诺的关系。你的声音对他来说是有很强的治疗作用的。首先，他被你的外表所吸引，结果在开始聊天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声音好好听哦，会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舒服。他可以听你讲话讲几个小时都完全没有问题。你的声音呢，是会给他带来力量，是会给他带来积极的能量的，他很喜欢。另外呢，他是一个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到很安全，他感觉到你是靠谱的，你是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建立忠诚关系的人，你不会有太多复杂的心思，也没有算计。他对你的人品呢是很信任的，而且他也会觉得你是有一定的素质修养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想跟你建立忠诚的关系。而且你在感情里面呢，也不会三心二意，他没有看到你身上有感情复杂或者是有任何混乱的能量，他觉得你是简单单纯的，而且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呢也是纯真的，所以很快他就放下了这种防备之心，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像在家一样哦，是那么的舒服，那么的安心。他也很感谢你对他非常的有耐心，也是一个懂得体贴、懂得宽容的人。也许他并不是一个任何事情都懂得妥协，他也是有自己的棱角跟个性，也是有自己的脾气的。但是呢，你知道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不去石头碰石头，硬碰硬，那他也会慢慢学着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你有任何的生气或者是着急。当然他也会知道，在你发脾气的时候，他去做一定的妥协，去做一定的让步。两个人呢，会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积极、更多正向的影响。在情绪控制上面呢，多多少少也是会互相的给予包容支持的。在你身上呢，他是会去学习你的优点，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另外，他身上呢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些能力的，比如说他有一定的规划或者是研究的能力，也可能他有一定的想象力、创造力，并且呢他可能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组织社团啊，或者是策划活动上面有一定的经验，而且他可能喜欢去做一些组织。另外，在情绪调试能力上面呢，他是会去做一定的修习的。那么他懂得去抗压，他懂得让自己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和谐，并且在生活方式上面，他很懂得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受到随波逐流，或者是按照父母给他的安排去生活，而是很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爱人适合自己，那怎样的这种生活习惯是好的，适宜自己的，他都比较清楚。他的工作呢，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组织活动的人，他也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看到有可能他会喜欢从政，喜欢做民意代表、政治工作者或者是社会工作者，也可能他在做市场研究、数据分析，也可能他是律师、司法人员，或者是公务员，或者是在做档案数据管理人员。那这个人呢，应该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合作管理能力的，在可能他的事业里面，未来呢，他至少是一个管理者。
是有比较强的能力跟专业度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人呢，一定是要有一些个性的，他也很希望建立这种忠诚核心的关系。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讯息。首先来看一下爱情观，在爱情里面，他会觉得两个人思想上面能不能达到一致，能不能聊到一起，能不能做互相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大家没有办法去鸡同鸭讲啊，或者是对牛弹琴啊，一定要能聊到一起去，一定要在思想上面是可以磨合的。这个人他并不是外貌协会者，他不会因为好像第一眼心动，第一次看到很喜欢对方的外表就跟对方做追求就喜欢了，不是的，一定是要在思想上面达到一致，追求想法相同，追求大家三观是可以磨合的。他也很明白，没有人呢天生就是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相同的，但是至少来说，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两个人是可以慢慢的磨合。两个人呢是愿意去倾听彼此，那愿意去做一些沟通，任何事情共同的商量，去做很理智的沟通交流的。他在感情里面不是一个情感用事的人，他会保持理智，会保持清醒，他不会是一个恋爱脑。最好呢一起去共建未来，双方一起不但是恋人，也要成为知己，更要成为搭档，因为大家是未来人生的生活我们创建的合作者，所以呢，必定要最后磨合到想法相同、行为相同，一起去克服现实的挑战，一起去赚钱啦，一起去建立家庭啦，一起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啦，一起去让生活呢不断的提高品质。如果你的事业上面有任何的麻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话呢，他愿意100%的奉献，因为你好就是他好，当然他也需要呢你跟他一起齐心协力，这是他对于爱情的要求。那么在星座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他有很强的双子座的能量。首先，他的星座很可能是水瓶座、天秤座、摩羯座、双子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秤座、水瓶座、摩羯座、双子座。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他有水瓶座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呢，在12星座里面，水瓶座就是那个最聪明、最有创新、最独立的星座了。他有很强的团队合作能力，他可以平衡各种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利益，在情商上面是够的，而且呢，智商上面也是够的，可以做出比较公正的一些决策，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倾听他人的一些观点，并且也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可以看到别人的努力，看到别人的真心，他也愿意去帮助别人，非常注重团队的形象啦，团队的形式啦，他往往是团队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的。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天秤座的美丽，掌管天秤座的是金星。那么在希腊神话里面，金星呢就是爱神，就是美丽之神的代表，所以他天生就有很良好的审美观，对美呢也是非常讲究的，喜欢很多美丽的事物，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些美丽哦，一些装饰、一些设计。除了这些呢，他也很注重整个环境的氛围，他的生活是比较精致的，他不喜欢那种很凌乱的生活，他不喜欢混乱的场所，他希望自己的
家庭呢里面有很多精致的一些装饰品，有很多的一些名画啦，或者是在穿衣打扮上面呢，他都非常的讲究，他也有自己很独特的艺术审美力，欣赏美好的事物，向往那种很优雅的生活，生活里面呢也充满着仪式感。这个人呢是很追求生活品味跟品质的。除此之外，他也有摩羯座的前瞻性，可以看到未来，目光呢是比较长远的，是一个活在未来的人。因为今天的努力呢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有土象星座的能量，可以脚踏实地，很务实积极的去创造未来。当下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未来呢可以生活更加的有品质。当然他也有一定的野心，在权力在金钱事业上面呢都希望获得成功。那无论对待爱情啦，还是说自己的事业，他都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挑选爱人的上面，他一定会看两个人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1+1等于2，或者是大于2的。如果对方仅仅是外表好看，但是不会让他更加的美好，智慧上面没有通透性，或者是成长进步的空间的话呢，他也是不会选择的。一定是希望选择的恋人可以刺激彼此更加的美好成长的。在事业之中也是这个样子哦，他挑选的事业一定是未来呢可以帮助他获得足够的声誉，让他获得足够的地位，或者是获得足够的财富，他才会去工作。因为在事业里面他是可以足够的投入时间跟精力的，但是这份工作只有眼前的一些小利益的话呢，他是不会着急去选择的。这个人不会鼠目寸光，任何事情呢都看得非常的长远，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投机取巧，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可以从政，所以他是可以成为律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哦。那么他还有非常聪明的双子的这种灵机应变啦，很强的好奇心啦，非常的这种机智啦，在想法上面呢是可以有很强的这种适应度，随着环境而去不断的调整自我。有时候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什么样的环境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他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可以迅速的做一些调整，适应不同的情况或者是环境。另外他也比较多才多艺，有强的创造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比较强的优点，而且也很擅长去做人际交流沟通。在学习能力也比较强，快速的可以掌握一些新的知识技能，也幽默啦，也风趣啦，也知道如何去化解一些尴尬或者是紧张的气氛。虽然有时候可能觉得他想法很多，但实际上他比较追求完美，因为他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面会不断的去修正一些方向，对于新的事物是有很强的好奇心、探索精神的，比较害怕受到伤害，所以不会允许自己犯错，而且有一些错误把柄落在别人的手上，是一个懂得学习、自控、自律的人，对自己呢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么他到底长得怎么样呢？既然性格那么好，长相上面我们这边出现命运之轮这张牌卡哦。那命运之轮呢，在塔罗牌里面是代表着命运车轮转起来，幸运的一个说法。那么就代表着这个人呢，他是很幸运的，他是老天眷顾的，天生长得好看。而且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五角星9这张牌卡，
五角星9呢，在身材里面是代表着模特儿的身材，说明她长得又好看，身材又好，而且呢还懂得打扮，懂得做自我的修饰，在衣服穿着上面都是很讲究的，在美上面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所以亲爱的，你的命定之人，他是一个在气场上面，在形象上面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哦，希望自己是非常出众的，希望自己可以被别人羡慕，可以被别人敬仰。他很注重形象带来的力量，很少看到他，几乎看不到他不修边幅的时候，他的发型啦，他口红的颜色啦，他今天衣服搭配的这双鞋合不合，他都会顾虑到哦。因为外在形象就是第一印象，为了保持好的一个名声，为了让自己呢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厉害成功的人，他会把自己修饰得很好，也很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那么记得在你的命定之人面前，你也需要好好的注重自己的形象，因为你的形象也代表他的形象，因为你们两个人呢随时都是赏心悦目的，在人前人后都是可以很优雅，可以很精致的生活打扮。那么在食物上面呢，他也会很懂得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很注意不要去长胖啦，不要发福啦，不要太过于的显老啊，定期的去做一些美容，定期的去做一些锻炼，在这个饮食睡眠上面都要自律，所以他是在这方面都有高的要求。当然高的要求必然会带来精神面貌上面的美好的。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那宇宙给你的其他讯息是，哇，你们两个人有很强相遇的火能量，是充满着激情的，是充满着这种一拍即合的能量。两个人在刚认识的时候就玩得到一起去，而且非常的开心。你觉得他很幽默，他觉得你很风趣，两个人都是充满着这种喜悦的，而且甚至可以是一见钟情。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恋爱能量，就觉得对方外在很美好，然后性格也很好，玩一玩得到一起去，聊一聊得到一起去，在感情上面是有很强的契合的，就觉得对方是对的人，很快的就投入到了恋爱之中，不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有什么慢慢的发展情感啊，先要去看思想合不合，其实没有的，就是一种很快速达到了共鸣，而且在身体上面也有很强的诱惑，你们之间充满着这种活力，充满着热情，也充满着情欲上面的捆绑，在精神上面是有捆绑的，在情欲上面也是捆绑的。这种捆绑呢是好的意思哦，因为可以让彼此达到高点，最满意的反应。两个人呢也是会一起去创造未来的，一起去做更大的一些梦想，一起去做更多的一些计划，会为了让这份情感更加的持久稳定呢，大家都会克服生活里面所有的一些挑战，情感里面所有的挑战，而且不会轻易的放弃，充满了动力的能量，没有退缩，没有逃避，没有轻言放弃。6张牌卡里边4张都是火能量，真的是非常强的，而且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像，你们两个人的脾气呢多多少少也很像，你们两个人的行为方式也是很像的。那既然玩到一起去，两个人又会互相强烈的吸引，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很强的缘分，很强的缠绵，很多甜言蜜语，很多激情，很多兴奋感。好，那最后宇宙给你的讯息，当下呢给你一些指引哦，希望你可以放轻松，不要担心未来，不要害怕未来，你是可以创建美好的未来的。
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情感的幸福的。只要你保持着信心，并且呢去做一些积极的动作，在感情里面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恐惧。设想一下，从你小时候到现在，真正你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多少呢？大多数都是自找麻烦而已，自己在那边乱想胡猜。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曾经有一些感情的经历，或者是原生家庭给你带来一些感情经历，或者是你听到了周围的一些人情感的伤痛，让你对于情感呢有一些害怕，有一些担心，有一些焦虑，有一些不安全感，或者是因为自己单身，也许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自己单身，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宇宙想告诉你哦，千万不要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希望呢你会更加的积极乐观。这些焦虑会导致你避免正视所有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担心都是非常容易被解决的。过去的问题就已经过去了，最主要呢是在这些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里面去吸取经验，去吸取教训，让自己未来不会再跌倒，不会再消极，而是更好。除此之外呢，在感情里面千万不要害怕给予爱，这些都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你给的爱越多，你收获的爱也会越多。你担心的越多，那最后你收获的担心也会越多。希望你多去建立一些好的业力，多去种一些好的因，未来呢才会收好的果。感情里面你给的爱越多，宇宙告诉你哦，你收获的爱越多，你希望你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善良的吗？是助人为乐的吗？如果是的话，你首先要把自己设定成那样的一个形象，让自己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开朗，这样呢才会把你的能量磁场频率调到跟你期待的未来命定之人一样的频率。在调到相同的频率之后呢，你们自然就会相遇了。而相遇之后呢，所有的现实问题麻烦你都是可以克服的，你也是很强能力的人，你的命定之人他未来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你也会成为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你们会刺激彼此更加的美好。那么首先还是先在单身的时候休息自己，建立自己的幸福感，只有这样你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幸福的。你是完全可以获取幸福能量的，亲爱的，千万不要质疑自己哦。当下呢，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带自己去约会，给自己足够的幸运跟幸福吧。而且目前呢，看到你也正在很好的去调整自己，这是件好事情。顺着你现在的道路向前行进吧，很快你的命定之人就会出现，你们会一起去玩乐，一起去旅行，一起享受幸福的未来的。好吗，亲爱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多多的留言，表达你对宇宙的感恩，也吸收这个视频的能量吧。那今天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未来可期。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验证一下近期你的心态想法。如果有对应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能量集中牌卡选择了。看到近期呢，你有蛮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思想上面。你会更加的去摆脱一些传统的封建的想法，你会看得更加的明白，知道很多的一些思想灌输给你的都是在奴隶你，都是无形的之中给予你很多的一些捆绑，会让你更多去照顾别人的感受，会一定要听父母的话啦，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啦，一定要听长辈的话啦，一定要听别人的话啦，会有比较强的阶级制度，然后也灌输你一定要去
按照祖宗的一些章法办事，不然呢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比较没有道理的想法。那也会看到在世俗的眼光里面，大家认为男人没钱就是无用之人，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奇葩这个想法。实际上呢，没钱的人大多都是老实本分善良的人。之所以一个人变有钱，他一定是把别人变没钱，因为钱就那么多，流通过来流通过去的，你让别人没钱了，自然自己就会有钱了。所以有钱人呢，大多数都会比较坏，比较自私，而大多数没钱的人都特别的善良。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你也会看到什么三从四德啦，女人无才便是德啦，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啦，或者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就是耍流氓啦。你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统治者，他需要统治人们的思想信仰，奴隶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去推崇一种宗教，或者是推崇佛教啦、儒家啦，或者是道教思想啦。在获得政治上的思想统一，多多少少呢，他会去更改一些信仰的教条来压迫人类。近期呢，你会看得更加的通透，并不是说佛家的想法不好，道教的想法不好，而是你会看清楚哪一些是政治上面的手段，哪一些是想要奴隶你的想法，你会去摆脱这些想法，让自己更多的有自我的一些意识，以自己为中心，没有太多封建的教条，什么时间一定要谈恋爱，什么时间一定要结婚，或者是人生一定要生子，或者是如果你们有小孩子的话呢，那您老年都不会幸福等等的这些想法，真的是非常的老旧了，是可以淘汰了。那么你近期的想法呢，也会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前卫，更加的创新一些，在想象力在创造能力都有更多的增强。除此呢，对自己也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对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心理活动呢都有比较强的了解了，而且也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有一些制约，有一些正向的影响，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在自己的发展里面呢，会更多的客观去看到你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会看到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不足。没有人是完美的，会更多的看清楚人性，会更多的看清楚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也会去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做自我的修养，自我的完善，自我的监督，自我的更改跟调整。当下呢，实际上你的心态是特别积极的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判断，积极的去做自我认知的观察，从而让你呢更加的自信，更加的有方向，更加的知道你想要的未来是怎样的，让你的个性也会更加的突出鲜明一些，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太过于的忍气吞声，不会太多的去尊重一些等级制度。总之，近期是有蛮大的成长越来越成熟通透了。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你的命定之人他是怎样的呢？首先，他手上拿着自己人生的规划笔，他不会在乎别人给他设定的人生道路，或者是大众世俗对于人生的一些界限。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要有很多的金钱，那你一定要有好的一些事业。他会去遵从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不会以世俗的要求去要求自己，因为他的画笔，他的人生规划呢都在自己的手上。他想做什么样的画，他想做什么样的一个梦想，他想自己的人生发生怎样的事情，他自己说了算。他是一个特别尊重自我内心感觉的人，是一个性格很独立，不太受到周围能量环境影响的一个人。
他可以不社交，他可以不去参加很多的聚会活动，他自己内心呢是有比较强的自我幸福创造的能力的，他不需要让自己被别人所羡慕，或者是把自己的图片发到社交网站上面，期待别人给他点赞，期待别人给他留言。他并不是一个很虚荣、很浮夸的人，他也不管外在的世界如何的改变，他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面呢，感觉到满足，感觉到开心跟自在。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接地气生活的人，喜欢把家里面打整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他也可能呢，也喜欢宅在家里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听音乐啦，画画啦，或者是看电视剧啦，看电影啦，看书啦，这些呢，他都觉得非常的安心自得。他喜欢安静，喜欢好好的去享受生活。他可能会去追逐一些金钱，最主要的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品味。家里面呢，可以用好的家居，可以给自己买精致的一些衣服。他穿衣打扮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去欣赏的。他不需要很大的世界，他可以到处去旅行，到处一个人走一走，甚至他不要求去参加旅行团，或者是一大帮朋友一起去玩乐，他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登山，一个人去喝咖啡，都觉得非常的满意。那在遇见你之后呢，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去逛街，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去购物，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去打扫家务，你们两个人一起会去变得更加的整洁，两个人做互相的分享。你们的世界呢，不需要太多的一些外人，就两个人自得其乐的，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舒服。这个人是喜欢美食，是喜欢吃喝玩乐的。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你们俩一起会去品尝不同国家的美食，两个人不会太过于的在乎身材形象，而是更多的呢愿意去品尝好吃的，会去很多的餐厅，可能也会去很多的地方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心态呢是比较开放的。两个人会去享受很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事物，都是吃货哟。好，接下来遇见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而且他给你的关怀，给你的欣赏，给你的肯定呢，会让你看到你自身很多的优点。他其实会有很多地方赞扬你，表扬你，会给予你正能量、阳光的力量，让你看到你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你值得被爱。你会看到你身上其实有很高的价值。除此之外呢，你们两个人很快的就进入到了订婚、承诺、结婚的关系里面。这个人呢，我们这边有复合的能量，也许他是你今生前任，或者是你曾经遇到过的人。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可能是你发小，可能是你曾经的同学，或者是曾经的同事。也许你们是有前世缘分的，在前世就相遇过，今生再一次相遇，再续前缘呢，会结盟，大家进入到家庭关系的建立之中。而且这个人呢，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了哟，很快你们就会复合，很快你们就会重逢，很快你们就会在一起，再续前缘，非常值得期待哦。他很喜欢你身上的诚实，你的诚实让他觉得倍感珍惜，他也非常感谢你的单纯，你的简单，这也会让他
很简单，不需要情感有任何的复杂、任何的混乱，让他在想法上面呢也够纯净。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天真的，而且呢，你也愿意在他面前表现你的脆弱、你的胆小、你的无助、你的不勇敢。他会看到真实的你，他愿意去保护你。你不会在他面前伪装的自己好像非常的坚强，即使你是男生，你也会可能有过流泪的时刻，有过自己没有太多力量的时刻。他喜欢你的这种真实，他喜欢你在他面前的坦诚，他非常的着迷。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彼此面前都是赤裸着，没有任何的一些心思，没有任何的包装，没有任何的隐藏，这是让他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呢，在你认识你之前，他从来不相信灵魂伴侣这件事情，但是他遇到你之后，哇哦，他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灵魂之间的相吸，有很深刻的连接感，有那种真的不需要讲什么话，就一个眼神就懂对方的意思，有这样的状态。他可以深深的走到你的灵魂深处，你也可以进入他的梦境里面，你也可以进入他真正的心灵之中。这种情感的碰撞哦，已经完全超乎了外在肉体上面的诱惑，或者是外貌上面的诱惑，外在条件上面的诱惑，真的是直达心灵精神上面非常强的连接。而且在互相四目相接的时候，他觉得你是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深处的，哇，非常奇妙这种感觉。他也很感谢在他需要情感依赖或者是情感寄托的时候，你出现在他的身边，给予他足够的温暖，给予他爱的力量。在他可能觉得比较孤单寂寞的时候，你出现在他的生命里，给他带来阳光，给他带来健康。而且你的笑声对于他来说就像毒品一样哦，是非常的有魔性的。每次看到你的笑容，每次听到你的笑声，他即使再不开心，他都会放松下来，他都会开心的。所以他离不开你，离不开你带给他的正能量，带给他的阳光，带给他的快乐。而且你们俩在一起呢，真的是很有趣，两小无猜，非常简单，非常纯真的情感。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他到底是怎样的性格特质，还有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跟判断能力的，而且他的家庭组织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有发现美的能力，审美能力很强，观察能力很强，以及文字、图像、艺术创作能力，是可以去写作，是可以去画画，是可以有艺术创作、写剧本啊之类的。那么他也有比较强的独立能力。是的，他是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生活，去建立自己的事业节奏。也有可能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他是在做艺术创作，不需要就是朝九晚五上班的人。那也有可能他是摄影师，他是机师、飞行员，或者他是军人、警察、消防人员，也有可能他是测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也有可能他是会计师、外语翻译、药剂师。他是有比较强的专业技能力的，所以他从事的工作呢，并不是很普通的上班族哦，他很有可能是掌握了一门特有的技术，而通过自己的这个兴趣或者是这个专业这个技术去赚取生活的费用。那么他的爱情观呢，是一个
跟着自己感觉走的人，他是不会太过于的外貌协会，不会太过于的在乎别人的家庭好不好啊，那有没有金钱啊，事业条件好不好，他不会在乎任何这些外在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来自于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人会给他带来有心动的能量吗？有喜欢的能量吗？是会感觉舒服吗？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从一而终的，他是宁缺毋滥的感情观，不会因为别人有非常多的钱，然后送他很多礼物，送他很多金钱，狂热的追求，他就喜欢上对方。最主要就是有没有感觉。那没有感觉的话，即使对方再多的金钱，给予他再多的利益价值，给予他再多的爱都没有用。最主要的是他自己喜不喜欢，他很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可以享受柏拉图式的爱情，他可以建立理智的感情生活，他希望跟自己的恋人会有共同的精神上面的追求，大家能量是相接的。而且在感情里，他是一个非常深情、非常浪漫、非常温暖的人，他可以给自己的恋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跟照顾。他的年纪呢，也许跟你差不多，但是心智是比你成熟的，或者是他的年纪是比你大的，因为他有时候呢会像爸爸妈妈一样去照顾关爱着你，他会去很深入的了解你的喜好，你的喜怒哀乐，然后去尽可能的不碰触你不喜欢的事情，尽可能的遵从你的原则，讨你欢心，因为他很在乎你的感觉，你的情绪。在感情里面，你快乐了，他才会快乐，那你幸福了，他也会感觉幸福。如果你都不快乐了，他也肯定不会是在那种幸福的状态，所以他会以你为第一的照顾需求，会以你的要求去要求自己，它会让你足够的安心跟放心。但是在感情里面，它不会是那种死缠烂打型，它也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过分的依赖，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及时回电话回短信就患得患失的。它会给大家足够的一些自由，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那就一定要去给予信任。如果彼此互相猜忌不信任的话，那这份情感也不会好的。而也会去尊重你有你自己的社交圈，你有你自己的梦想，你有可能自己想要单独放松的时间，自己想要去旅行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想要去玩乐的时候，他都通通的去给予支持。他会觉得感情呢并不是捆绑，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所以我一定要求你去更改你自己以前的生活状态，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起的快乐，我们可以让大家生活得更加的美好。在感情里面呢，他会给予足够的这种自由自在，以及足够的深情，就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样的，不想有太多的一些怀疑或者是负能量夹杂在你们之间了。心态上面真的是很成熟哦。那么他的星座到底是怎样的呢？感觉这个人是蛮靠谱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人。越是不争、不抢、不去占别人的、不要求别人的人呢，越觉得跟他在一起是有趣的、舒服的，越会产生爱的能量。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天秤座、射手座、天蝎座、白羊座、水瓶座、双鱼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蝎座、白羊座、水瓶座、双鱼座、天秤座、射手座。他拥有天秤座的情感，那么是很友善，是很开朗的，他的情商是比较高的，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建立很好的一些关系，在关系里面注重平衡，注重公正，也会客观的去看待感情，看待事情，在不同的选择里面会尽可能的做出公平公正明智的决定。虽然他是重感情的人，但是在
情感交际之中呢，他是会比较理智，是很聪明，是有一些大智慧的。有时候他可能太过于追求平衡或者是和谐了，所以会有一点点的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关系，他的初心是好的，他非常注重美感，非常注重品味，在艺术或者是文化方面呢，有比较高的欣赏跟要求哦。他可能也会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注重自己穿的好看啦，打扮的美美的呀，喜欢时尚，喜欢潮流，喜欢精美的一些装束，精美的一些产品，他会很注重自己的需求跟感受的。那么他也有射手座的热情，射手座的乐观，射手座的活力，对于生活总是充满着好奇心，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并且有冒险精神。看事物呢，总是能看到很积极美好的那一面，那这样的人呢，性格肯定是不会差的。那他也有天蝎座的高智商、高情商，有比较强的洞察力，可以洞察到别人的内心，做事情上面呢，也有自己的韧性跟弹性。一旦遇到自己想要在一起的人，他一定会好好的爱，好好的付出，一定会为了自己的爱情给予足够的力量，去保护，去维护，去建立开花结果的状态的。他也很懂得把握机会，很懂得去做沟通。在感情上面呢，不会太过于的强求，心态还是算顺其自然的。他也有白羊座的外放，白羊座的活力，是精神抖擞的。那对于自己喜欢追求的事情呢，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有兴趣的事情，都会给予足够的专注。他也有水瓶座创新的力量，革新的能力，不会有太多旧的一些思想，遵从旧的思想包袱。那我看到你现在跟他的思想好像是越来越接近了，那真的是很快就会相见了。两个人在没有见之前呢，一定有蛮多的一些被可能生活中的事情所教训，所传递的思想，两个人磁场呢正在慢慢的接轨。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会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新的一些想法，对待新的一些事情，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接触新的人，去接触新的文化、新的知识。除此之外，他也有双鱼座的爱幻想、浪漫、善良、可爱的地方。他希望自己并不会在一个四面都是有墙的房子里面，而是希望自己在一个宽敞的开放的空间，消除太多的界限，消除太多的一些思想包袱跟捆绑。这个人是很喜欢自由自在的，不要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了，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规矩了，就随性一些，散漫一些，休闲一些，玩乐一些，开心一些就好了。人生短暂，何必把自己要求的太多？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开心、很开朗，也是想法很通透的人。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天生丽质就天生长得非常漂亮的，但是呢，他很懂得后天努力去让自己好看，去让自己懂得穿，体现自己身材的优势，让自己去减肥，去注重自己身材的身体塑形，让自己呢可以是被别人欣赏的，可以是自己欣赏的。所以他会注重自己的饮食，他也会慢慢的去增加自己的气质，增加自己的修养，他会后天去让自己好看。然后他的个子呢，应该在他的生长环境里面呢，他只是算标准身高。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可能是在1.65米到1.7米
之间，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可能就是1.75米到1.8米之间。最主要的还是看他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是生活在北欧的话呢，那么他肯定身高会比在亚热带的地方的人高一些了，好吗？另外呢，你们俩相遇的时刻是在可能你比较伤心，或者是他比较伤心、孤单的时刻相遇的。也许会对爱情有一些放弃了，结果认识到的彼此，很有可能这个人他跟你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如果说你现在在国外生活的话，很有可能他是外国人，也有可能他是远离你家乡的人，不过呢，他已经在你现在生活的周围环境里面了，已经跟你在相同的社区里面，你们会彼此增加更多的一些趣味，两个人互相的陪伴，互相的分享，会去做很多好玩的事情，会玩到一起去，兴趣相同，思想上面也是可以磨合，也是可以沟通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并不会很接受他，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一些距离啦，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你们是不同国度的人，或者是不同家乡的人，说不定是没有办法生活到一起去的。但是呢，两个人成为朋友之后，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挺稳定的，跟你最初的那种排斥、最初的那种偏激的想法不太一样。看到他性格上面其实有很稳重，有很成熟，有很通透的地方，所以慢慢的去接受了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喜欢。最后呢，你会发现越来越满意，你对他最初的这种印象会慢慢的有很大的改观，所以你们会有一段时间去认识玩乐，然后在一起。宇宙想告诉你哦，没有人天生就是会谈恋爱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富有的。这个人可能刚认识你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有钱，但是他是一个懂得去学习投资理财的人。最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个人他的好，你也看不见他可能是你未来的潜在恋人。但是真正的在认识交流之后，你发现其实可以跟这个人创建很美好的未来的。所以宇宙呢想告诉你哦，在感情选择上面呢，目光更加的长远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在你选择范围之内的人出现，你第一反应呢是排斥，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在乎。希望你可以突破自己的舒适圈，让自己格局打得更开一些，不要太过于的因为一句话或者是因为一个感觉就否定那一个人，多一些机会去接触，在更多的接触之后，你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个人，他的好，他的坏，他是否是适合你。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不要去幻想了，只有真正的去约会之后，在一起玩乐之后，有更多的聊天，达成更多的共识，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交流之后，你才能对他有最深刻的评判，才可能知道真的合不合适哦。所以希望你把心态更多的开放一些，去接受别人的邀请，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吧。你是值得爱的人，你是一个很优秀很美好的人，你可以给别人带来积极美好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异国恋，一定要更多的开放一些哦，好吗？那亲爱的，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记得点赞，记得留言，吸收这个视频的能量，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吧。会给你带来很强的新鲜感，你们会尝试不同领域的事情，所以保持开放之心吧。你的命定之人很值得你期待哦。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